朋友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在人類的集體記憶中，伊甸園的那一幕總是被描繪成一種略帶童話色彩的場景。無數的兒童讀物、主日學掛圖，甚至文藝復興時期的名畫，都將那條名為撒旦的誘惑者畫成了一條纏繞在樹幹上的綠蛇。他吐着信子，眼神陰鸷，用一種賦予樹般的方式向女人兜售着那顆禁果。這種根深蒂固的視覺印象，讓絕大多數讀者在閱讀《創世紀》第3章時，不僅沒有感到驚悚，反而產生了一種麻木的接受感。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在那個完美的樂園裡，動物就是會說話的，或者魔鬼附身在了一條蛇身上，完成了這次誘騙。然而，如果我們將這些先入為主的濾鏡全部拿掉，像一個第一次閱讀這份案卷的人員那樣去審視文字本身，就會立刻發現這個現場充滿了令人不安的邏輯漏洞。這些漏洞大到足以推翻那個樹上掛着一條小蛇的傳統溫情畫面。首先必須面對的是作為當事人的夏娃所表現出的那種令人費解的鎮定。這不僅僅是膽量的問題，這是違背人類本能和認知常識的反應。設想一下，即便是在伊甸園那樣完美的生態環境中，當一個沒有生態結構，在生物分類學上屬於爬行纲的生物，突然張口說出了具有高度邏輯性、神學思辨性甚至修辭技巧的人類語言時，一個具備正常智力的成年人類，第一反應絕對不應該是順暢的接話，而應該是震驚、困惑，甚至是恐懼的後退。但在希伯來文的敘事節奏中，讀者看不到夏娃有哪怕1秒鐘的遲疑或驚詫。他與這位對話者的交流，流暢的就像是在和一個地位對等，甚至值得尊敬的智者探討深奧的哲學問題。這種反常的日常感本身就是最大的疑點。它強烈地暗示着，出現在夏娃面前的這個被稱為蛇的存在，在視覺形象和溝通層級上，絕不可能是我們今天在動物園裡看到的眼鏡蛇或蟒蛇。它一定擁有某種讓夏娃感到熟悉，甚至感到敬畏的外在形態，以至於這種超自然的對話在他看來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如果這個推論成立，那麼我們必須追問，這個被掩蓋在翻譯背後的生物到底長什麼樣？為了驗證這個關於外形的猜想，我們需要檢視《創世紀》中的第2個關鍵證據，那就是上帝在事後對這個教唆犯下達的判決書。《創世紀》3章14節記載，上帝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這句話通常被讀者匆匆帶過，但這恰恰是破解的痕跡。請注意，這裡的邏輯因果關係，上帝是因為他犯罪，才審判他必用肚子行走。這就如同法官判決一個罪犯從此必須坐輪椅一樣，其前提必須是這個罪犯在受審之前是能夠站立行走的。如果這條蛇在誘惑夏娃的時候，本來就是一條在地上蜿蜒爬行的動物，那麼這條咒詛就毫無懲罰性可言，甚至可以說是一句廢話。難道他犯罪之前是用尾巴跳躍，或者是像輪子一樣滾動嗎？這顯然是荒謬的。這段經文的內在邏輯無可辯駁地指向一個事實，在伊甸園的墮落事件發生之前，這個被稱為蛇的生物並不具備爬行動物的形態。它不僅擁有高等智慧和語言能力，而且在物理形態上，它極有可能是直立行走的，甚至是擁有4肢或翅膀的。只有这樣，失去直立能力，退化為用肚子貼地爬行，才構成一種羞辱性的改變物種形態的實質性刑罰。這種刑罰剝奪了它原有的尊貴地位，將其打落塵埃，使其從一種可能的直立靈性生物退化為象徵卑賤和死亡的爬行者。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夏娃沒有逃跑，因為站在他面前的原本是一個並未受到咒詛、擁有某種直立威儀的存在。
這一發現迫使我們必須重新定義這個角色的物種屬性。既然爬行是定罪後的結果，那麼在作案時，他的偽裝必須足夠高明，高明到足以讓他被誤認為是伊甸園中某種合法的甚至神聖的居民。既然生理學和邏輯學的證據都指向了這個蛇並非普通的動物，那麼為什麼聖經的作者摩西堅持使用蛇這個詞來稱呼它呢？這裡就涉及到了希伯來語中一個極為精彩的雙關語遊戲，或者說是作者埋下的語言學密碼。當我們查閱希伯來原文詞典時，會發現 Nakash 這個詞根極其複雜，它像是一個三棱鏡，從不同的角度看，會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含義。而這三種含義在伊甸園的語境下，竟然是同時起作用的。首先，作為名詞 ，Nakash 確實通常指代蛇這種生物，這是最表層的含義，也是所有譯本採取的字面翻譯，它構建了這個故事最基礎的寓言外殼。但是，如果我們深挖這個詞根的動詞形式，情況就變得詭異起來。作為動詞的 Nakash 意思是占卜、行法術或通過觀察徵兆來獲取隱藏的知識。在創世紀後來的章節中，比如約瑟的管家指控哥哥們偷竊銀杯時，就用了這個詞，說約瑟是懂得占卜的。在古代近東的文化語境中，占卜者通常被視為擁有通神能力的人，他們知曉神明的秘密，能夠預知未來或揭示隱藏的真理。把這個含義帶回伊甸園，我們就會驚恐地發現，這個生物在夏娃眼中的人設發生了巨變。它不僅僅是一條蛇，它表現得像是一個占卜者，一個聲稱知道上帝隱藏秘密的解密者。他對夏娃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這種句式正是典型的占卜者口吻，只有我能通過某種神秘渠道，告訴你神沒有告訴你的內部消息。他在向夏娃兜售一種被禁止的知識，一種關於善惡和永生的神聖機密。然而，這還不是最令人震驚的。Nakash 這個詞根還可以作為形容詞或相關的名詞衍生義，此時它的意思是發光的金屬、閃亮的銅。在希伯來人的概念裡，發光從來不是一個物理现象那麼簡單，它往往與神性、天使或靈界生物的顯現緊密相連。聖經中多次描述天使或基路伯的顯現是像明亮的銅，像燃燒的火。如果我們將這第三層含義疊加在之前的推論上，一個完全顛覆認知的形象就浮出了水面。在伊甸園的那棵樹下，出現了一個發光的、閃耀如銅的直立生物。它通體散發着某種超自然的榮光，這種光芒在並未見過邪惡的夏娃看來，極有可能被誤認為是某種天使般的神聖光輝。綜合這三個層面的語言學證據，我們可以嘗試還原當時的真實側寫。這個生物之所以被摩西稱為 Nakash， 不僅僅是因為它後來的形態像蛇，更是因為這個詞完美地概括了它的欺騙手段。他是一個發光的欺騙者，他利用自己如銅般閃耀的外表，偽裝成某種擁有天堂權柄的使者，向人類提供占卜般的隱秘知識，最終導致了人類像被毒蛇咬傷一樣的致命結局。這解釋了夏娃為何沒有逃跑，因為沒人會通過一條骯髒的蛇來尋找智慧。但如果是一個光輝燦爛、看似比人類更高階的靈界生物在說話，那麼他對神的話語提出的修正案，就具有了極強的迷惑性和權威感。夏娃的悲劇在於，她被這個生物外在的光明天使形象所震懾，從而接受了他所傳遞的致命謊言。這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中所揭示的真相，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旦也裝作光明的天使。這個裝作早在伊甸園的時候就已經上演了。如果說希伯來文的語言學證據只是讓我們看到了那個生物的嫌疑人畫像，
那麼舊約中另外2份關鍵的證詞，則直接幫我們鎖定了他的真實身份。我們需要把目光從創世紀暫時移開，轉向以賽亞書和以西結書，在那裡關於那個被稱為發光者的真實履歷被徹底曝光。首先是以賽亞書第6章，先知在異象中看見上帝坐在高高的寶座上，而在寶座上方侍立着一種名為撒拉弗的天使。這裡的重點來了，撒拉弗這個詞在希伯來文中是什麼意思？它的詞根 saraf 直譯過來就是燃燒者或者着火的。但這還不是最驚人的，在民數記21章，當上帝差遣火蛇進入以色列營地時，用的也是同一個詞 saraf。你發現了嗎？在希伯來人的概念裡，最高階的天使、燃燒者和地上的毒蛇、火蛇竟然共用同一個名字。這並不是巧合，而是指向了一種視覺上的共同特徵，它們都擁有令人敬畏的如火焰般閃爍的外表。所以當那個生物在伊甸園出現時，它很可能展現出了類似撒拉弗那樣燃燒發光的神聖形態。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分析 Nakash 這個詞時，會發現它還有發光的銅這一層含義。它不僅僅是一條蛇，它是某種擁有火焰般榮光的高階靈體。但這還不是全部，最致命的證據來自以西結書28章。這是一段針對推羅王的預言，但任何有閱讀理解能力的都能看出來，經文描述的對象遠遠超越了一個人類君王。經文寫道：你曾在伊甸神的園中，你是那受膏遮掩約櫃的基路伯，你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後來在你中間又查出不義。請注意這裡的身份認定，受膏遮掩約櫃的基路伯。基路伯是什麼？在聖經的描述中，基路伯是上帝寶座的守護者，是把守聖域入口的頂級武力。這徹底顛覆了我們對伊甸園危機的理解。那條古蛇不是一個從外面溜進來的非法入侵者，它是內部人員。他本來就被安置在伊甸園，甚至擁有極高的職分，守護神的聖山。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他對神的命令了如指掌，為什麼他能如此自信地曲解神的話。這是一場堅守自盜。那個在樹下誘惑夏娃的，是一位墮落的，原本應當守護聖約的皇家衛士。他利用自己那令人炫目的榮光和神學知識，實施了一場針對人類的政變。當我們把發光的基路伯這一身份帶入到創世紀的故事中，所有的邏輯矛盾瞬間迎刃而解，一個令人戰慄的真相浮出水面。夏娃之所以沒有逃跑，是因為站在她面前的是那位平時就在園中巡邏、散發着神聖智慧光輝的守護者。他甚至可能誤以為這位發光者帶來的新啟示是上帝旨意的某種進階版。這也就是為什麼保羅在哥林多後書11章3節會把蛇用詭詐誘惑夏娃與撒旦裝作光明的使者直接聯繫起來。這種誘惑之所以致命，不是因為它看起來邪惡，而是因為它看起來太神聖、太有道理了。它許諾給人類的不是墮落，而是像神一樣的升華。而上帝對他的審判，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此時也顯出了他真正的雷霆之威。這不僅是改變一個物種的運動方式，這是剝奪榮耀。那個曾經直立燃燒，作為神之寶座守護者的靈界權貴，被剝奪了所有的榮光和地位。他的形態被強制性的貶低為一種只能在塵土中蠕動的生物，就像古代戰敗的將軍被砍去雙腳，拖在馬後一樣。上帝讓他的外形永遠成為他失敗的恥辱柱。今天我們在自然界看到的蛇，這種不得不貼着地面爬行，不斷吐着信子，仿佛在尋找什麼的生物，其實是一個活生生的神學符號。它的每一次蠕動都在提醒靈界和人類，這就是背叛者的下場。
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發光者，如今成了真正的爬蟲。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後來的聖經敘事中，蛇總是與不潔、死亡和咒詛聯繫在一起，因為它本身就是那個墮落天使被剝奪榮耀後的物質化象徵。至此，我們不僅解開了伊甸園的謎題，更在歷史的廢墟中找到了一把通往未來的鑰匙。這個故事最不可思議的地方，並沒有停留在審判上，而是延伸到了救贖裡。你是否覺得奇怪？既然蛇是如此邪惡的象徵，為什麼在民數記裡，當以色列人被火蛇咬死的時候，上帝竟然命令摩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桿子上，讓人仰望的活？這聽起來簡直像是某種偶像崇拜，違背了所有的常識。還記得 Nakash 這個詞的雙重含義嗎？它是蛇，也是發光的銅。在伊甸園，那個發光的欺騙者古蛇通過謊言，把死亡的毒液注入了人類的血脈；而在曠野，上帝讓摩西製造了一個發光的銅蛇，它是蛇的形象，卻只有銅的材質，沒有蛇的毒液。這個被掛在木頭上的銅蛇，預表着那位將要來的耶穌基督。正如耶穌自己在約翰福音3章14節所解密的，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這是一個何等驚人的對仗！那條古蛇本是受造的基路伯，卻妄想通過篡位來像神一樣，結果給人類帶來了死亡。而耶穌基督本是神的像，擁有完全的神性，卻甘願成為最深的形狀，被掛在木頭上，成為了被咒詛的樣式。以上這些或許才是創世紀第3章想要告訴我們的終極真相。我們不需要去追求古蛇所兜售的那些神秘知識或成神捷徑，因為那些只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藥。真正的智慧不是變得像神一樣去審判善惡，而是仰望那位甘願為我們成為銅蛇的上帝之子。那個曾經在伊甸園裡顯得愚拙的順服，在十字架上被證明是唯一的生命之道。古蛇的頭最終不是被更強大的武力踩碎的，而是被一種他永遠無法理解的愛與犧牲所擊碎的。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請記得點讚、留言、轉發，這會對我很有幫助。同時，如果這個視頻改變了你的看法，請在評論區告訴我你還想了解哪些聖經話題。謝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